随着擎天柱与威震天因理念不同产生的决裂，赛博坦进入了内战时代。威震天率领霸天虎突袭了一回，而玉天敌的怯懦表现让空军司令红蜘蛛当场叛变。除了整个星球的安全机密，威震天还得到了启动铁甲龙的方法。这个事件成为了整个内战中可怕而致命的转折点。直到事后，太师傅才明白，红蜘蛛就是马克西莫火种的继承者。然而为时已晚，威震天杀死了玉天敌，拿到了星球核心的钥匙，却唤醒了赛博坦的巨型守护卫兵大力金刚。威震天启动了泰坦金刚铁甲龙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。威震天使用黑暗能量攻击，并感染了大力金刚，让战斗形势发生了逆转。清除了所有障碍的威震天，终于来到了赛博坦的核心。他试图将元始天尊的火种源转换为黑暗能量。面对威震天的疯狂行为，擎天柱向铁堡发出了召唤。威震天和所有在场的人一样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整个铁堡变形成一个1500米高的巨型金刚。基地金刚猛大帅在领袖的召唤下终于苏醒。在这个恐怖的泰坦金刚面前，霸天虎们溃不成军，与威震天一起狼狈而逃。擎天柱终于进入核心，摧毁了黑暗能量，但大错已经酿成。赛博坦的创世之神元始天尊第一次与天元直接对话，为了清除被污染的火种源，天尊必须暂时关闭火种。在等待复苏的数百万年中，赛博坦将成为一颗寒冷而贫瘠的星球。失去火种来源的赛星人将被迫离开自己的母星。天尊将自己的火种分身领导模块传付于擎天柱，这里集结了天尊与13天元所有的知识和记忆。当领导模块被装在擎天柱胸部的那一刻，他立刻知晓了所有过去的全部真相，并明白自己身兼重任。有趣的科学家郑党波痴迷于通过试验改造捕获的汽车人，他在整理不同时间与空间的星系资料时，发现一颗蓝色星球的史前恐龙信息。郑党波兴奋地将钢索等5个被捕的汽车人改装成为这种野兽模式，并给他们取名为机器恐龙。但在最后一次测试时，机器恐龙们却趁其不备，逃回了汽车人的阵营，从此成为汽车人出色的精英战士。擎天柱委托太师傅监督建造方舟号飞船，以便汽车人可以安全远行。猛大帅残留的能量已经无法继续战斗，擎天柱只能带领着汽车人们英勇地抵抗着霸天虎一次又一次的攻击。年轻的战士大黄蜂加入了汽车人，却在战斗中身负重伤。愤怒的擎天柱命令机器恐龙们发起总攻，残酷而激烈的战斗蔓延了整个赛博坦，数百万的伤亡几乎逼近大灾变初期的数字。随着大力神魂天豹这种大型合体金刚加入战场，人数与武器不足的汽车人开始节节败退。擎天柱和太师傅知道，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了。为了避免火种源被威震天抢走，擎天柱无奈地从火种源之井中取出天尊的火种核心，通过太空桥将其投放至茫茫太空，并带领铁皮大黄蜂等精英团队乘上方舟号，准备一边追寻火种源，一边探索新的能量来源。太师傅与其他汽车人留在了赛博坦继续抵抗。猛大帅毅然为燃料不足的方舟号贡献出最后的火种能量。在目送着方舟号远去之后，这位值得尊敬的伟大战士缓缓倒地。眼看火种源与方舟号离开了赛博坦，愤怒的威震天率领霸天虎乘坐报应号紧追方舟号而去。而随着火种源核心的离去，汽车人和霸天虎都因为缺乏能量无法作战，整个赛博坦变成了一个孤寂的金属星球。经过漫长的旅程之后，擎天柱终于找到了火种源，但这时穷追不舍的威震天突然出现，带领霸天虎们闯入方舟，与汽车人展开了激战。在战斗中，2艘飞船失控坠落到史前地球，方舟号撞入了火山，在强烈的冲击下，所有人都失去了意识，被埋在了火山之中。400万年后，火山爆发引起的震动启动了方舟号的计算机，显像1号扫描了地球的飞机和汽车形态，先后修复了霸天虎和汽车人。地球上丰富的能源让威震天欣喜若狂，他准备利用太空桥技术，将地球所有的能源都传送到赛博坦星。为了阻止霸天虎破坏地球的行为，擎天柱带领着汽车人们在这个新战场上与霸天虎展开了全新的战斗。地球历2005年，霸天虎已经占领了整个赛博坦，擎天柱被迫在地球与威震天展开了最后决战。虽然最终打败了威震天，但擎天柱也因伤重不治而身亡。重伤的威震天被红蜘蛛遗弃在茫茫太空，却遇到了复苏之后的宇宙大帝，被其改造成为金破天。当宇宙大帝准备毁灭元始天尊的化身赛博坦时，汽车人补天士继承了领导模块，利用领导模块的神力摧毁了宇宙大帝。汽车人在补天士的领导下与霸天虎继续战斗。公元2010年，
地球乃至整个银河系都感染了一种叫做疯狂症的瘟疫孢子。为了拯救这场危机，武天士命令山猫号从银河系中找到五面怪，利用五面怪的最新科技复活了擎天柱。重生后的擎天柱使用领导模块的力量，净化了所有感染疯狂症的变形金刚和人类，拯救了整个银河系。在此之后，金破天重新改名为威震天，以全新的面貌卷土重来。汽车人阿尔西和葛坂也来到了地球，与重生的擎天柱等人一起并肩作战。威震天使用远古圣物制作出终极神锁，准备用这种力量摧毁地球的本土生命形态，将地球变成一颗电子行星。为了阻止威震天，擎天柱带领汽车人冲进了报应号，霸天虎们展开了激战。在战斗中，为擎天柱送来星辰剑的大黄蜂被威震天击落后，落入了终极神锁。眼看着大黄蜂重伤而死，擎天柱愤怒地冲向威震天，却被威震天使用暗黑星辰剑偷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从终极神锁中重生的大黄蜂一剑贯穿了威震天的胸膛。威震天带着惊愕的表情从空中坠落，霸天虎的残党们仓皇而逃。擎天柱等人驾驶着报应号来到了赛博坦，将终极神锁的远古能量注入到火种源之际，整个赛博坦星终于恢复了生机。坠落在地球深处的威震天被一个神秘的声音唤醒。威震天惊恐地发现，这个声音竟然是灭世魔神宇宙大帝。原来8年前，身体被毁灭的宇宙大帝将元神转移到地球的核心修身养息。当他发现虚弱的威震天之后，立刻占据了这个躯体，并再次准备摧毁赛博坦。宇宙大帝复活了赛博坦上具狰狞一族的尸骨，带领这些僵尸大军冲向火种源致敬。汽车人们和冲云霄一起奋力阻拦。为了封印拥有不死之身的宇宙大帝，擎天柱将赛博坦的核心火种从盛放的神器中取出，保存到自己的火种容器中，然后又使宇宙大帝打开盛放火种源的神器，将其元神从威震天身体内吸出，封印在神器之中。威震天借此机会获得重生，在饱受宇宙大帝的压迫和控制之后，威震天终于幡然醒悟，他缓缓走到擎天柱的身边。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压迫的真正意义。霸天虎已经成为过去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在擎天柱的注视下，威震天瞬间变换了形态，飞向远方。已经与核心火种源融为一体的擎天柱，为了归还赛博坦的火种源，决定回归到火种源之境。在说明情况之后，这位伟大的领袖与昔日的战友做了最后的担保，请你们继续为正义而战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擎天柱纵身跳到空中，毅然向火种源之井深处飞去。请你们不要为我的离去而悲伤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这并不是意味着结束，它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伴随着无数绚烂夺目的火种从井中喷涌出，一个和平的时代终于到来。是的，对于所有地球人和汽车人来说，这并不是完结，而是全新的开始。他们将与昔日的战友一起，继续书写着属于变形金刚的不朽传奇。